今天我们来聊聊血糖飙升的真正元凶，以及如何稳稳抓住血糖，不再让它坐云霄飞车。很多朋友以为只要不吃甜食，血糖就不会高，也有人怪罪主食米饭，觉得饭吃多了才是糖尿病的根源。但奇怪的是，日本人3餐离不开白米饭，糖尿病发病率却是全球偏低的水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们一直以来搞错了方向？事实上，日本有位权威医生花了将近60年时间研究血糖问题，得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结论：血糖飙升的真正元凶，居然不是我们想当然以为的糖，也不是米饭，不是糖，不是饭。那血糖升高的真凶到底藏在哪里呢？结果发现，真正让血糖飙升的祸首，竟然是一个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犯的致命饮食错误。也许你会问，血糖偶尔飙一下，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的确如此。每当血糖猛然飙高，糖分就像洪水一样冲击着我们的血管和器官，悄悄地造成伤害。短期内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长期反复如此。高血糖会引发一连串严重后果，它会侵蚀血管壁，导致动脉硬化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，也会伤害肾脏，使肾功能逐渐衰退，还会破坏眼睛的视网膜，让视力模糊甚至失明。血糖长期失控的人，末梢神经也可能受损，严重时出现难愈的伤口，甚至糖尿病足。可以说，全身上下没有哪个部位能幸免于高血糖的摧残。不仅如此，过多的糖分还会和身体内的蛋白质结合，产生所谓糖化终产物，加速我们身体的老化，让皮肤、血管等组织提早退化。许多糖尿病患者往往比同龄人更显老，就是因为长期高血糖对全身的伤害所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那个饮食错误致命，因为它让你的血糖日复一日的侵蚀你的健康。身边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。我认识一位王阿姨，平时低甜不沾，但是早餐爱喝一大碗白米粥，午餐喜欢来一碗勾芡羹面，晚上则常吃炸鸡配可乐。她每样都觉得不甜，可血糖却一路飙高，最后检查发现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。像王阿姨这样的人还有很多，不知不觉中，每天的吃饭方式就在偷袭着我们的血糖。别急，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谜团。首先要了解一个原理，我们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，也就是淀粉类主食，在体内会转化为葡萄糖，让血糖升高。糖果、蛋糕这些甜食当然会让血糖上升，但有些不甜的食物升高血糖的威力一点也不输给糖。许多人不知道这点，结果天天犯错还不自知。想象一下，有人戒掉了奶茶和巧克力，以为远离了糖分，可午餐却来一大盘白面包加炸鸡，再喝一碗勾芡浓汤。表面上他没吃任何甜的东西，但过不了一会儿，他体内的血糖可能比吃糖时还高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致命饮食错误，错把不甜的高糖食物当成无害。我们身边充斥着这样的陷阱食物，它们吃起来不甜，却是血糖飙升的加速器。日本研究人员经过常年追踪饮食和血糖数据，把这类隐藏的升糖凶手一一揪了出来。其中最容易中招的有3大类，分别是勾芡食物、油炸食物和酱料调味。这3样东西是许多人每天餐桌上的常客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到底有多危险。第一大凶手就是勾芡食物。所谓勾芡，就是在煮汤、烩菜时加入太白粉、玉米淀粉之类，把汤汁变得浓稠。中餐里不少美味都喜欢勾芡，比如玉米浓汤、羹汤、烩豆腐等等，汤汁黏黏滑滑，味道鲜美。可你知道吗？这粘稠口感的背后藏着大量纯淀粉。别看勾芡用的粉末没啥味道，它可是十足的碳水炸弹。一碗看似普通的羹汤，可能加了好几十淀粉，喝下去当下不觉得甜，但这些精纯淀粉很快就会转化成葡萄糖冲进血液，让血糖一路狂飙。更可怕的是，勾芡让食物太好入口，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喝下一大碗，摄入更多隐形糖分。这类浓汤浓汁是餐桌上被忽视的升糖陷阱，糖友们尤其要当心。下次喝羹汤时，不妨想想这碗汤里究竟加了多少相当于糖的淀粉。或许选择清爽没有勾芡的汤品才是更明智的。
第二号真凶是油炸食物，很多人不爱甜食，但无法抗拒酥脆的油炸美味。炸鸡、薯条、甜甜圈、炸猪排等，光听名字就让人口水直流。然而，油炸类食物对血糖的威胁一点也不小。首先，大多数油炸食物本身就含大量淀粉，例如薯条、薯片是马铃薯做的，马铃薯淀粉含量极高，属于高升糖食材。再比如炸鸡排，天妇罗那层酥脆面衣主要也是面粉淀粉，在高温油锅中，淀粉变得松脆易消化，一旦吃下肚，就像瞬间引爆一包糖。另外，油炸的烹调方式往往让我们吃进超过所需的热量和脂肪，长期下来导致胰岛素阻抗，也就是胰岛素变得不灵光，身体更难把血糖降下来。更糟的是，油脂和碳水的组合实在太美味、太诱人，你一不小心就会吃多。也许你不觉得甜，但血糖早在不知不觉中飙上去了。试想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大吃一顿炸物后，人变得又渴又疲倦，甚至昏昏欲睡，那很可能是血糖先飙后跳，水分快速流失的结果。油炸食物就是这么阴险，让你在香脆中中招，却浑然不觉。要稳定血糖，还是得管住嘴，少碰油炸的诱惑。第三个陷阱就藏在各种酱料调味里。平时我们做菜拌沙拉，总免不了用各式各样的酱汁、调味料。很多人吃白水煮青菜，嫌没味道，就靠酱料提鲜下饭。然而，你可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些酱品的成分表，很多酱料里的糖和淀粉含量高得吓人。常见的番茄酱、烤肉酱、甜辣酱，为了美味都加了许多糖。即使是看起来不甜的酱油膏、蚝油、沙茶酱等，也多半勾了芡或添加了糖和增稠剂。难怪有人戏称一勺酱就是一勺糖。吃火锅爱调沙茶酱油吗？炒菜喜欢多淋点卤肉汁吗？你感觉不到甜味，但大量隐形糖正随着酱汁滑入你的胃，推高着你的血糖。尤其是有些人口味重，爱用酱料拌饭，殊不知这习惯很可能就是饭后血糖老是居高不下的罪魁。专家特别提醒，中老年人控糖要记住一淡二少的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口味尽量清淡，酱料能少就少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要你吃白水煮菜，而是建议用天然的香辛料提味，比如胡椒、蒜蓉、香草等等，减少对高糖酱汁的依赖。时间久了，味蕾调教过来了，既能尝到食材原本的鲜美，又避开了隐形糖分，一举两得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揭晓了三大升糖元凶，分别是勾芡、油炸和重口味酱料。或许你会想，只要避开这三样，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当然没那么简单，它们是最常见的陷阱。但血糖控制要全面，光不吃错的还不够，还得吃对的。毕竟健康不是只靠忍耐和回避就能维持的，我们还需要主动培养好的饮食习惯。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说的口诀：3吃5不吃。意思很简单，就是牢记3个该吃的原则，远离5种不该吃的东西，血糖就能稳如泰山。究竟哪3吃，哪5不吃？接下来我们就细细说明。接下来说3吃，所谓3吃就是3个有助稳定血糖的饮食习惯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吃饭时先吃蔬菜，每餐都搭配蛋白质，主食尽量改用粗杂粮。别小看这简单的3招，它们正是日本人餐餐奉行的控糖秘诀。第一，吃就是吃饭时先吃蔬菜。许多营养专家都反复强调，吃饭时先吃蔬菜可以大幅减少餐后血糖的波动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有几个。蔬菜富含膳食纤维，而纤维被称为血糖的防护罩。当我们先吃下一肚子蔬菜，纤维会在肠胃中形成一层网子或缓冲垫，使得后面进来的糖类消化吸收变慢，不会一下子涌进血液。东京大学的一项实验发现，同样一顿饭，如果先吃200克绿叶菜，餐后血糖峰值可以降低70%以上。想想看，只是多吃点青菜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，相当于给你的血糖装了减震器。另外，蔬菜含有大量维生素、矿物质，也有利于代谢健康，所以日本人很重视1日5蔬果的摄取，更讲究吃饭时先蔬菜后主食。如果你有机会观察日本传统餐桌，
他们常会先上沙拉或醋制小菜，最后才动筷吃白饭。就连爱吃拉面的日本年轻人，也流行在吃面前先喝无糖豆浆或先吃沙拉垫胃，然后再开动主食。他们也许说不出科学道理，但靠经验已经知道这样吃对身体更好。我们不妨也试试，下次吃饭先来一碗烫青菜或一盘清爽沙拉。长期坚持，你一定会发现饭后血糖不那么冲高了，人也比较不会餐后犯困。顺带一提，日本餐桌上的腌萝卜、醋制、黄瓜等酸味小菜，不仅开胃，其中的醋酸还能抑制淀粉分解酶，进一步减缓血糖上升。可见餐前先吃蔬菜的习惯蕴含着十足的科学智慧。第二吃就是每餐都不能少了蛋白质食物。蛋白质对稳定血糖有着关键作用。一方面，蛋白质本身不会让血糖飙升；另一方面，当你和碳水一起摄取蛋白质时，蛋白质可以延缓胃排空速度，并刺激肠道分泌激素来抑制血糖上升。简单说，蛋白质就像贴身保镖，让碳水释放能量的过程变得温和有序。所以，一顿饭里如果有足量的鱼肉、蛋豆等食材，饭后血糖通常上升的比较缓慢，不会飙得太高。此外，蛋白质还能提高饱足感，让你不容易很快又饿了去吃零食，间接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。日本人的餐桌上，蛋白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举个例子，典型的日本早餐经常会有鱼、纳豆或者鸡蛋，再配上一碗味噌汤和小半碗饭。有了这样的搭配，哪怕吃了白饭，在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脂肪的共同作用下，消化变慢，血糖依然保持平稳。反观有些人早餐随便吃片白吐司抹果酱，缺乏蛋白质，不一会儿就饿了，血糖忽高忽低一整天。还有人干脆不吃早饭，结果午餐特别饿，大吃一顿，血糖大起大落，对身体的伤害更大。所以每餐一定记得补充蛋白质，尤其早上一份优质蛋白能帮你稳住一整天的血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鱼类，特别是鲑鱼、青鱼等富含油脂的深海鱼，所含的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具有抗发炎作用，能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有助于预防血糖飙升和心血管疾病。日本人爱吃鱼的饮食传统，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他们的血糖和心脏。至于豆制品如纳豆、豆腐，不但提供优质蛋白，也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营养素，是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。日本人餐桌上常见的纳豆、豆腐、味噌汤，正是把这些食物巧妙融入日常饮食的例子。第三吃就是把主食换成粗杂粮。所谓粗杂粮，就是相对于精白米、白面而言的全谷类或杂粮，例如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、红薯，也就是地瓜、玉米、南瓜以及各种豆类等等。它们有两大特点：纤维多，消化慢。纤维多我们前面讲过，能充当保护网；消化慢则意味着血糖上升速度比较平缓，不会飙得那么高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主食，一碗白米饭和一碗糙米饭相比，白米饭因为经过精制，去除了大部分纤维和养分，消化得特别快，好比把桌上的方糖磨成细粉来吃，血糖一下子就上去了。而糙米保留了米糠和胚芽，纤维丰富，消化变慢，血糖反应就温和得多。所谓升糖指数，就是衡量食物引起血糖上升速度的指标，以纯葡萄糖溶液的效果定为100。白米饭的升糖指数大约在85以上，而糙米饭只有55左右，差距十分明显。日本人虽然爱吃白米饭，但现在也越来越提倡将一部分白米换成杂粮一起煮，比如加入大麦、藜麦、红豆等，煮成杂谷米饭。超市里甚至推出各种五谷米组合包，方便家庭把白饭升级成营养丰富的杂粮饭。你可能担心粗杂粮口感粗糙不好吃，其实只要比例搭配得当，加上一点红薯、南瓜增加湿润和甜味，做出的饭一样香， Q 又多了天然的甘甜滋味。古话说糙米养人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用全谷杂粮替代一半以上的精致主食，你的血糖一定会比过去平稳得多。当然，如果一下子完全不吃白米白面也不切实际，但不妨试着在主食中掺杂一些糙米，
燕麦、豆类，或者干脆用蒸地瓜、芋头来替代部分精致淀粉，也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原本爱吃的精白米面反而变得寡淡无味，身体也越来越适应粗粮带来的踏实饱足感。顺带一提，日本冲绳的长寿老人过去习惯以地瓜等杂粮为主食，他们的糖尿病患病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，可见用富含纤维的粗杂粮替代精白主食，对稳定血糖和预防糖尿病都有莫大的好处。说完3吃，再来谈谈5不吃。其实上面提到的那些升糖陷阱已经点出了好几个不该吃的重点，我们现在把它们扩充整理为5个最需要敬而远之的饮食地雷。它们包括含糖饮料与甜点、精致白淀粉、油炸食物、粘稠勾芡类菜肴，以及高糖重口味的酱料。别看理论上知道要少吃，真正做到可不容易，因为这5样东西往往特别诱人美味。不过为了健康着想，我们至少得尽量管住嘴，能不吃就不吃。接下来就逐一说明这5大地雷食物。首先，含糖饮料和甜点是必须严格控制的。这一条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但还是得摆在第一位。太多人管不住含糖饮料，结果毁了血糖控制的努力。一杯全糖的手摇奶茶往往含有20-30克的糖，相当于7-8颗方糖。一罐可乐下肚，更是等于喝下约10小时的糖。而含糖饮料最可怕之处在于，液态的糖吸收极快，几乎不用经过怎样的消化，就能飞速进入血液。很多人喝完甜饮会感到瞬间的满足与快感，那其实是血糖急升带来的错觉。没过多久，血糖又会骤降，让人疲倦想睡。另外，不要以为鲜榨果汁就无害，水果榨成果汁后，纤维被去掉，糖分反而更集中。一大杯橙汁的含糖量不比一罐可乐低，想控制血糖，水果还是整颗吃，比喝果汁好得多。长期下来，胰岛细胞就像被反复鞭打的老马，终于有一天再也跑不动了，糖尿病也就悄悄找上门来。至于蛋糕、饼干、糖果这类甜点，更是含糖量惊人的高糖食物，搭配大量奶油和精致面粉，热量爆表又快速升糖。这些一吃就甜的食物，虽然早已被列为健康头号公敌，但日常生活中依然无处不在。偶尔解馋可以，绝对不能天天吃，常常吃。控糖最基本的一点，就是把含糖饮料和甜点当成偶尔为之的享受，而非每天离不开的必需品。日本的糖尿病发生率较低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日本料理很少额外加糖，除了饭后偶尔来一小块和果子，他们的正餐基本不含糖，也不流行喝甜饮料，多数人喜欢喝茶或白开水。我们若也能养成少糖，甚至接近食物原味的饮食习惯，稳定血糖，就成功了一大半。其次，要尽量少吃精致白淀粉。许多人误以为不吃甜食就不会得糖尿病，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。碳水化合物吃起来不甜，却可能让血糖乱飙。精致淀粉就是隐形的糖，甚至危害更大。我们日常的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、馒头、包子等白白的主食和点心，虽然没有甜味，却会在体内迅速转化成葡萄糖。许多人不知道这点，天天吃着白饭白面，却纳闷为什么血糖仍然居高不下。举个例子，白面包引起的血糖反应几乎和纯葡萄糖溶液一样强烈。顺带说明一下，蔗糖的分子结构中只有一半是葡萄糖，另一半是果糖，而白米、白面的淀粉几乎全由葡萄糖单位构成。这也是为什么精致淀粉的升糖效果往往不输纯糖。难怪有医师说白面包是涂了奶油的方糖，你只不过吃不出甜味而已。再比如传统早餐的白粥配油条，看似清淡没有甜味，其实升糖指数非常高。白米熬成稀粥后，米粒已经被煮得软烂，相当于提前帮你消化了一半，葡萄糖释放得更快。很多糖友喝了一碗粥，血糖甚至比吃一碗饭还高，所以糖尿病人特别要少喝白粥，否则血糖很难控制。除此之外，各种由精白淀粉制成的食物都要节制，包括米粉、果条、年糕、糯米制的甜点等等，因为它们缺乏纤维，消化极快，
升糖速度一点不比白糖慢。另外，那些吃起来不甜的饼干、苏打饼，其实主要成分也是精制面粉，升糖效果绝不输甜饼干，千万别掉以轻心。日本人之所以能一日三餐有饭有面，却依然保持较低的糖尿病率，秘诀之一就是控制精白淀粉的摄取。他们虽然也吃白米饭，但分量很小，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以全麦面包、荞麦面等粗粮来代替白面包、白面条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吃精致主食时，绝不会单独只吃淀粉，一定会搭配各种菜肴和汤品一起吃，这就大大降低了白淀粉对血糖的冲击。我们常说米饭杀人不用刀，有点夸张，但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，对精致主食要心存敬畏。白米白面可以吃，但千万别吃过头，更不能光吃白饭配酱油，否则血糖肯定飙。再者，油炸食物也很不友善，最好能少吃就少吃。无论有没有糖尿病，油炸食物都应该尽量远离，因为它对血管、心脏、体重都没有好处。特别是对想控糖的人来说，油炸食物更是一个极其不友善的选择。它往往同时具备高淀粉、高脂肪、高热量三大特征，是名副其实的三高食物。这种食物吃进去，血糖升、血脂升，热量过剩还会转成脂肪囤积，让体重上升，胰岛素作用变差，最终形成代谢失调的恶性循环。所以想稳定血糖，就别再拿炸鸡、炸薯条当日常零食了。当然，偶尔嘴馋想解馋可以理解，但至少要学学日本人的做法，分量一定要小。日本便利店卖的炸鸡块通常是一小包，里头只有几块而已。我们不妨也效法，浅尝即止，吃个一两口过过瘾就好，千万别一次吃掉一大桶。此外，如果想追求酥脆口感，可以用烤箱或气炸锅代替传统油炸，至少能减少不少油脂摄入。还有，可以把零食从薯片、薯条换成腰果、杏仁这类坚果，一样能满足口欲又更健康，不会让血糖大起大落。此外，那些粘稠勾芡的菜肴也要敬而远之。我们再次强调，凡是汤汁浓稠粘嘴的菜，都要小心它隐藏的淀粉含量。其实无论中菜西菜，为了让酱汁变得浓稠，都常会加入淀粉或面粉来勾芡。中式的羹汤、烩菜自然不用说，西式的炖汤、白酱或烧肉酱汁也少不了面粉和奶油去增加浓度。你喝一碗奶油浓汤可能不觉得甜，但它的升糖速度一点不输含糖饮料。再比如粘稠的卤肉饭酱汁、糖醋里脊外裹的那层芡，都属于高糖高淀粉的来源。所以为了稳定血糖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清淡透明的汤汁，少吃那种粘稠酱浓的菜。有人可能会想，如果把卤汁沥掉，勾芡的酱汁少淋一点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确实，吃卤肉饭时把多余汤汁倒掉，或者将勾芡过的菜在开水里涮一下，都是降低糖分摄取的方法。但最根本的还是少点这类菜，千万别一边看电视一边豪饮玉米浓汤，否则血糖肯定一路狂飙。最后，第五个要避免的就是高糖重口味的酱料，各种高糖调味酱，例如番茄酱、甜辣酱等，以及一些高钠又含糖的复合调味料，例如沙茶酱、烤肉酱等，都要少吃。这类酱料通常热量高，且常添加糖或淀粉来增稠，一不小心多吃，除了让血糖飙升，还可能摄入过多盐分，对血压和肾脏也不好。糖尿病友或者想预防糖尿病的人，一定要养成查看营养标示的习惯，留意调味品里的含糖量。有时候一包看似健康的沙拉酱，糖含量可能非常高。如果真的想吃，建议自己动手调配，用天然的食材取代高糖酱料，例如用浓稠的希腊优格拌蒜泥做成低糖的酸奶酱，或者用醋、橄榄油加一点胡椒盐，简单调制成沙拉汁，都比市售含糖酱安全。总之，少用现成加工酱，多用天然香辛料增添风味。当味蕾习惯了清淡原味，血糖自然就稳定了。另外还有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吃饭不要过饱，每餐以7-8分饱为宜。日本冲绳的长寿老人们长期奉行腹8分目的习惯，这对血糖和体重控制都很有帮助。
吃太饱会让血糖长时间维持在高位，也容易造成肥胖和胰岛素阻抗，让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变差。所以适可而止非常关键。当然，除了饮食，生活作息和运动对血糖也很重要。比如，日本很多老人有饭后散步的习惯，哪怕饭后走上15分钟，也能帮助消耗掉一部分刚吃进去的血糖。他们还习惯睡前泡热水澡放松，并保持良好的睡眠品质，减少压力，这些都对血糖稳定有益。医学建议是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，例如快走、游泳，保持良好的体能，有助于提升胰岛素的工作效率。同时还要注意控制体重，特别是避免腹部肥胖，因为内脏脂肪过多会加重胰岛素阻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管住嘴永远是最重要的，尤其对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，吃什么往往决定了你的血糖走势。好消息是，只要照着我们今天讲的方法去做，慢慢改掉不良的饮食习惯，血糖真的会一天比一天稳定下来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日本研究揭秘的血糖飙升元凶，不是单单米饭或糖，而是我们错误的饮食方式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吃进那些不甜却会让血糖狂飙的东西。所幸解决之道并不复杂，只要牢记3吃5不吃的原则，该吃的别少吃，不该吃的能免就免，你的血糖就能保持在理想范围。当你养成了这样的饮食习惯，血糖自然稳稳当当，想飙高都难。想象一下，下次测量血糖时，仪器上显示的不再是让人紧张的高数字，而是一条平稳的曲线，你的心情是不是也跟着舒畅起来了？其实控血糖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关键在于找对方法。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，药补不如食补的道理，与其吃药，不如从饮食上下功夫，来得温和而有效。事实上，国际糖尿病联盟的统计显示，日本成年人口的糖尿病盛行率约为 6.6%， 而美国约为 10.7%， 台湾与中国大陆约在 10% 左右。可见日本在控糖方面确实领先许多国家，这与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。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榜样，让自己的健康也跟上来。日本人能做到，我们当然也做得到。就让我们从下一顿饭开始，奉行3吃5不吃的原则，稳住血糖，守护健康。